这位古往今来清明流矢的恶女狠人，不在龙椅上，就在后宫中。像吕后、武则天，那都是千惊万险的杀伐决断后取得的天下霸权。而今天我们要说的霍显，终其一生从没参与过朝堂议政，也没有手掌过半分兵权，却明目张胆地为了自己的女儿毒杀皇后，谋害储君，从而让皇帝起了卧薪尝胆之心。不仅如此，老爷子还在世时，他就私通家奴，凭着胡作非为的一己蛮力，把一族之下万族之上的家门霍到灭亡，成为了专有名词吕霍之乱的成员之一。欢迎您观看本期的风流志，查史不易，没有天理，拜托您点赞关注并转发我的频道，谢谢。太夫人显原先是霍光原配嫡妻身边的一名婢女，主母身边的婢女嘛，模样周正，伶俐懂事是标配。不过霍显这个人格局狭隘，他小人得志后贪得无厌，行动没有分寸，并且完全没有危机意识，和真正名门闺秀的教养差距极大。霍显服侍的原配主母东吕氏出身显贵，他的外孙女还是15岁就当上了史上最年轻的太后，41岁当上了史上最年轻的太皇太后的上官氏。东吕氏自从生下女儿后就经常卧病在床，她早逝后，主公霍光就把婢女显抬为继室，记住是个婢女啊。霍光有记录的成年子女有8个，其中只有一子一女是霍显的。我们可以想象，身为当朝天下第一臣子的霍光，身边美人姬妾无数。霍显虽然从生育的子女上来看不是专宠，但从妓女被抬为继室时却是跨级提拔，从小兵直接做将军，他的姿容就不必说了。既然他也不可能是靠端庄贤淑上位的，那应该是个平均成绩不高，但某些方面满分的女子，对霍光有着致命的杀伤力。还有一种可能性，霍光的长子是霍显生的，是不是母凭子贵也未可知。但在偌大一座权倾天下的大司马府邸，霍显要牢牢攥住钟馗之权，当中经历过多少的暗流涌动，可想而知。不过最蹊跷的是，自从霍显生下长子后，老头子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和其他美人生出来的清一色都是女儿。虽然也有不少史学家推论有2个数字过继给了霍去病那一支了，但班固在写霍光家谱时，他的儿女每个人都细分得非常详尽，却没有写出霍光有2个数字过继出去。因此我们现在就根据史书认为霍光只有1子7女。以霍显的调性来看，我哪能嘎巴相信这个排列组合的天然性呢？想象一个出身低贱并且智商仅限于宅配版的全游 Cersei， 在她的后宅里，丈夫的能活到长大成人的儿子就只有他自己的那个，根本阿拉就只好会心的呵呵啦。此外，霍显极尽奢靡，他大肆扩建豪宅，最大的一个取乐方式就是每天让丫头们用5彩丝绸拉着车子在自己的大豪宅里转圈圈取乐。这个车子是他违规打造的帝王款，全车镀金，软装都是最金贵的绸缎，可以说是金光闪耀啊。霍光在49岁那年过世，那时候他的女儿霍成君至少19岁了，推测那时候他可能已经是个35到40岁左右的半老徐娘。耐不住寂寞的他，最后又和霍光曾经最信任的管家私通。老头子活着的时候他就肆无忌惮，霍光一蹬腿儿，最后少有的几条底线也就被突破了。想要知道霍显为什么敢胆大包天，
那就得先了解他最大的靠山大司马霍光。霍光是武帝爱将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。霍去病的母亲是没有名分的，母子俩早年遭到了父亲的抛弃。他的父亲回乡后又寻了一门亲事，生下了霍光。同时霍去病的母亲和皇后卫子夫、平阳侯卫青又是同胞兄妹。霍去病靠着卫家发迹后重新认回了父亲，并且把霍光从民间带去了长安，所以霍光其实是卫系亲戚。霍去病少年英雄，却呆得样，爱屋及乌。汉武帝就提拔霍光伴驾长达20多年。那时候还很嫩的霍光，因为没见过世面，玩不出花来，所以老实又胆小，从不结党营私，反而得到了武帝的信赖。武帝临终前指定了4个人做8岁的汉昭帝刘弗陵的托孤大臣：霍光、金日禅、上官桀、桑弘羊。一顿唰唰唰后，在汉武帝死后第7年，4个托孤臣变成了霍光一个。接下来的6年大权独揽。不过有一说一，霍光一开始并不是鳌拜，刘弗陵其实也很有康熙般的才智。上官桀、桑弘羊后来是因为刘弗陵不好掌控，都要造反了，所以15岁之前的刘弗陵和霍光属于相互保护。而且霍光执政后休养生息，多次大赦天下，鼓励农业，让民生在武帝的毁灭性战策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。这段时期和后来的刘询的宣帝朝被合称昭宣中兴。可自从一家独大后，霍光开始黑化。他为了让自己的外孙女上官皇后生下储君，下令所有宫廷女子全都穿上难以脱掉的穷裤。穷裤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么说吧，自上古以来，中原的主流穿搭是上衣下裳，不论男女，下面的外面是长裙，里面就是开裆裤。到了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引入胡服骑射，才开始有了合当的长裤。但贵族和宫廷里始终穿着传统的开裆褂。霍光借口刘弗陵素来体弱多病，派人严格把控他的私生活不说，还强制所有宫人都穿上系带非常繁琐的穷裤，那是尽量从物理上隔绝帝王的灵性嘛，使得后宫除了上官皇后以外，没有人能有承宠的机会。可上官皇后入宫时年仅8岁，刘弗陵驾崩时她也才15岁，没有能够生出孩子。刘弗陵本就先天体虚，在常年生活在霍光制造的压抑拘束的环境里，心神耗损，最终21岁早逝，身后也没有能留下任何子女。为了继续把控朝政，霍光刻意绕过了武帝第3子，实力强大的广陵王刘旭，选定了18岁母家弱势的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当皇帝。谁知刘贺一方面实在是太荒唐放纵，关键另一方面都还没有站稳脚跟，就迫不及待地跟霍光收权。只能说刘贺只是个外地的享福王爷，没经过事儿，就根本不会宫斗。结果登基仅27天，便被霍光联合朝臣废除。刘贺的随从200多人几乎全部处死，刘贺本人被贬为庶人，遣返回山东昌邑。这件事也开创了西汉大臣废立天子的先例。之后霍光经当时的车骑将军丙吉的推荐，又挑中了自幼流落民间，完全没有政治根基的刘询为帝，史称汉宣帝。丙吉这个人很特别，下次我想专门讲讲他。怎么说呢？霍光可以说是当朝的无冕之王，有曹操之权，但曹操不愿篡汉自立，是自身权衡后的主动选择。霍光不敢觊觎地位，是受刘氏正统和时势的拘束，底气和条件都差一点。只是不可否认，他确实在武帝连年征战，透支国力之后，为西汉稳住了局面，有续接王朝命脉的大功。正因为霍光有着凌驾于君王之上的权势，才让霍显心中僭越犯上的野心一天比一天膨胀。
而且整个霍家上下都很嚣张，霍光的家奴都可以在大街上无视官员，欺压百姓，连冲撞到皇家马车，官府也不敢治罪。可以说霍光一家基本都没正形。汉武帝晚年独宠年轻漂亮的钩弋夫人，偏爱他们的幼子刘弗陵。皇后卫子夫的弟弟平阳侯卫青也死了10几年，朝里面早就没有人能为卫氏撑腰。魏太子刘据宽厚正直，很得民心，却和宫里的太监处得不太好，和靠罗织罪名起家的酷吏江充也结成了死对头。江充怕太子登基后清算自己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找机会制造了巫蛊冤案，构陷皇后太子谋反。这时候的皇后卫子夫因为失宠，和太子两人常年都见不到汉武帝一面，太子冤臣窦娥也没有辩解的机会。情急之下，他调动了皇后宫中的卫队，先去把江充一刀杀了。武帝派太监去问太子什么情况，可这个太监也是跟太子不和的，在外面随便绕了一圈，就回来对武帝谎称太子确实造反了。于是朝廷的正规军一到，太子临时拉来的一批人当然就挡不住。兵败出逃后，太子和魏皇后先后在农舍和皇宫自尽，魏氏家族也惨遭灭门清洗，只有卫青的2个儿子和刘询活了下来。刘询正是魏太子的孙子，当时因为只有几个月才侥幸不死，被关进了大牢。监狱里环境恶劣，小婴儿本来很难存活。负责办案的廷尉监丙吉明白太子是被冤枉的，同情皇曾孙，特意找来了2个女囚犯俘虏照料，还自掏腰包养活了刘询，好几次在关键时刻挺身护住了他，甚至还有一次不惜违抗汉武帝的杀人诏令。可以说没有丙吉，就绝对不会有后来的汉宣帝。刘询4岁时遇上了大赦出狱，丙吉又找到了魏太子刘据的嫔妃史良娣的娘家照顾刘询。史良娣也是刘询的亲祖母，史家哀其孤苦，对他十分尽心。不久，汉武帝终于品出来太子可能是被冤枉的，派人查出了真相后，就把当初陷害太子的江充一家灭族。知道太子的孙子还活着，又下旨将刘询重新写入皇室宗谱，刘询也搬到了皇宫去生活。在经历了汉武帝、汉昭帝和称义王3朝后，18岁的刘询又在丙吉的推荐下，成功地引起了霍光的注意和利用之心。其实按照亲戚关系上来说，对霍光有着再造之恩的哥哥霍去病正是刘询的亲表舅。就这样，这个原本出生于天皇贵胄，襁褓时就家破人亡，在大牢里度过幼年，全靠好心人接济才勉强活下来的苦命孩子，一步登天走进皇宫，坐上了大汉皇位，从此开启他西汉国力达到巅峰时代的帝王之路。霍显给霍光生了一对儿女，儿子是有着落了，可以继承霍光的家业，他便一门心思的想把女儿嫁给刘询当皇后。当然，继上官皇后怀孕计划泡汤后，这也是霍光的意思。但其实刘询18岁当皇帝时已经有了一妻一子，他幼年开始在皇宫内院生活，到16岁的时候，负责大内的太监总管把一个手下太监许广汉14岁的女儿许平君做媒许配给了刘询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哈塞乌斯？许广汉是成年后因为盗窃罪被判死刑，以宫刑戴罪入宫的，而许平君则是他处宫刑之前生的。刘询的存活虽然很幸运，但朝野上下都认定魏太子一脉永无翻身之日，皇家除了养他也没有关心过他，
这才使他落得只能和太监之女成婚。但即便是糟糠之妻，刘询夫妻俩的感情格外恩爱。1年以后，长子刘氏出生，也就是后来的汉元帝。又1年多后，这个小家庭天降横福，刘询突然就登基成了皇帝。这时候朝野上下，包括霍光的原配东吕夫人的孙女，当时15岁的上官太皇太后，就在霍光的授意下，已经内定了让霍显的嫡出女儿霍成君做皇后。因此许平君这个正妻一开始并没有和皇帝同步成为皇后，而是只被封了一个婕妤。刘询从小就在内廷和民间看人眼色长大，熟悉宫闱政治，知晓人情世故，和关起门来就可以在王爷府无法无天的昌邑王比起来，脑子里多的可不只是一根筋。他登基之初，霍光曾说要还政于帝，被刘询婉拒了。我想更确切的应该是诚惶诚恐的拒绝了。有昌邑王这个前车之鉴，他对霍光在朝堂上处处避其锋芒，韬光养晦。但另一方面，当所有人都决定好他的皇后人选时，他很策略，也很男人的，既不迎合也不拒绝，而是下了一道奇怪的诏令，向众大臣招求微时固谏。翻译一下，就是想找回落魄时伴随身边的一把旧剑。朝中的大臣嘛，通通在这饱读之怒，最懂弯弯绕的讲话了，立刻听懂当今的圣意。固谏就是指代当初贫贱相守的原配许平君。皇帝是在暗示自己不会在发达后抛弃曾经同甘共苦的妻子。西汉推崇儒家的孝道仁义，朝野都认同不负糟糠是明君的德行。皇帝这番话站稳了道德高地，百官就算再怎么偏向霍光，也不敢公开要求君主薄情啊，只能顺着皇帝的心意改口，纷纷请求立许平君为皇后。这里就看出来刘询的情商和大才了。但你们想想看，小夫妻俩感情好，那自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，但一个不得已在朝堂上假装是木偶的帝王之才，是不可能还想再回到后宫中又看到木偶提线人的女儿的。那不是阴魂不散吗？这样做皇帝还有什么意思？谁知道以后会不会被去父留子？尽管他在政务上知进退，但在立后的事情上也给霍光和朝臣亮了一亮他的底线。这边的霍光虽然手握实权，但毕竟位分还是臣子，昌邑王如果不是太师德，他也没有力量废除。先皇在朝堂上很识时务，才刚废掉一个昌邑王不久，现在新帝龙椅都还没焐暖，自己又因为立后的事情去动他，只会有挟持君王、专横跋扈的嫌疑，伤害自己辅政的权威。权衡之后，霍光也只能暂时退让。于是许平君便如愿登上了后位。成为皇后之后，许平君没有对比皇后应有的奢华标准，而是依然简朴度日，并且待人温顺，获得了宫人包括上官太皇太后的一致好感。可她也成了霍显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女儿眼看就快到手的后位，却被一个太监之女抢走，霍显心中满是怨毒。不久之后，机会便来了。成为皇后的第2年，许平君再度怀孕，调理她身体的女医官里有一个叫淳于衍的，想走霍显的门路，替老公求个升迁的职位。正在为皇后位置懊恼的霍显便心生一计，屏退左右对淳于衍说：女子生产10死1生，只要你在皇后的药里下毒，事成之后共享荣华。淳于衍说：开药是有好几个医生核诊的，而且进服的时候医生也必须先尝药，怎么能够轻易得手呀？霍显又说：真心动手总有办法。
霍将军摄政号令天下，有谁敢多言呢？淳于衍沉默了良久后，便答应了下来。不得不说啊，这两个丧良心的呀！时间等到了许平君生产的那一天，淳于衍把毒药掺到了医生做好并且也尝过的药丸里，眼睁睁地看着皇后吃下。许平君毒发的时候还问：我感到非常难受，药里是不是有毒？淳于衍回答说没有。不久，皇后暴毙，年仅19岁，刚出生的孩子也夭折了。于是刘询大怒，把所有为皇后诊治的御医一律囚禁到赵狱。霍显怕淳于衍招供，就把实情告诉了霍光，让霍光替他擦屁股。霍光听了大为震惊，他本来出于一丝良心想要告发霍显，但史书记载他最终还是因为犹豫不忍，求刘询签署了对淳于衍免于问罪的诏令。我想聪明的刘询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感受到了些什么了吧。淳于衍平安归来后，霍显送给了他几十匹灵锦，每一匹都价值万金，上百匹绿绫，无数珍宝，100万钱财与100两黄金，还专门为他修建豪宅，让他家中的奴仆婢女多到数不过来。可即便酬赏如此丰厚，淳于衍依旧抱怨这份回报配不上自己办的大事儿。这两个贪得无厌、又坏又蠢的女人，一个大张旗鼓，一个言之凿凿。皇后是怎么死的，他们全当周围的人是瞎子。许皇后死后第2年，霍显趁机劝霍光把17岁的女儿送进皇宫，先做婕妤，很快封后。霍皇后习惯了奢华的生活，宫廷开销远超已故的许皇后，车马随从数量巨大，赏起仆人来动辄钱千万。按照皇室的辈分，上官太皇太后是霍皇后的祖婆婆，但按照霍家的辈分，上官太太后反而是霍皇后的侄女儿。霍皇后有心和祖婆婆和睦相处，可太太后显然与之前温和亲善的许皇后更亲近，只因为她心中对霍家的权势始终心存忌惮。我觉得当时22岁的刘询心里多多少少有点数，但就像当年霍光没理由拦着他立许平君当皇后一样，现在的他也没有半点理由和力量反对立霍成君为后，更何况当时的局势特别凶险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之前他的前任刘贺荒唐失一面，主要是因为跟霍光对着干，直接处置霍光手下随从，所以被废了。到了他这儿，立后的事情他认为是底线，所以做了抗争，结果惩罚升级了，连皇后都敢谋害。我们现在是知道这是霍显干的，霍光是事后包庇，但站在刘询当时的处境和角度，他自然会认为霍光才是幕后主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立后的事情他要是继续硬刚，下场恐怕不只是被废那么简单。眼下最聪明的选择就是隐忍，先退一步。所以我们看到霍成君刚当上皇后的时候，汉宣帝对她格外宠爱，史书记载为专房宴，专通专，意思就是独得皇帝全部恩宠，乃至后宫其他嫔妃几乎见不到刘询。你们可能觉得刘询太服软了，但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，不但不是软骨头，相反还很硬气。因为加上许皇后生产时夭折的，刘询至少有8个以上的孩子，但里面没有一个是霍成君生的。霍成君终身无子，连怀孕的记录都没有。这就和霍光府上众多的孩子里唯一的一个儿子就是霍显生的一样。我也很怀疑霍皇后有着专房之宠却没有怀孕，是她自己的问题，而不是刘询的暗自复仇。因为2年后49岁的霍光一病死，刘询立马就断了霍成君的恩宠。那我们是不是就很有理由相信之前的独宠只是伪装？
刘询心中对霍成军的防备那是一刻都没停歇过呀，果然是个干大事儿而且有气运十足的男人。至于细节上他是怎么做到的，就交给见多识广的听众们自己去想象吧。总之，继上官皇后受孕失败后，霍喜皇后再次与皇嗣无缘。霍光死后，刘询功夫做足，将他按照帝王级别风光大葬。即便如此，霍显还是嫌不够气派。与此同时，刘询也开始放飞自我，不但立刻宠幸了好几个婕妤，诞下了4子3子4子5子，就在霍光死后隔年，还立许平君的儿子刘氏为太子。态度转换得快的嘞，一塌里糊涂。立储的消息传到霍府，霍显气到吐血绝食，说道：太子是当初陛下落魄在民间时生的，难道我女儿将来的孩子反倒只能屈居为诸侯王不成？心头怨气难平，无知并且还嘎不出苗头。歹毒的他又教唆女儿给太子下毒。到现在为止，霍光虽是宫斗高手，但霍家的子孙都是些跟昌邑王差不多养尊处优养坏了的。老头子都不在了，霍显是连一点危机感都没有，还以为自己能和以前一样有人兜底，为所欲为。而霍成军也在这种母亲的教唆下，真的好几次召见太子，想要找机会毒杀他。但《汉书》明确记载，刘询深知太子当时的处境，特意叮嘱宫人，太子膳食一定要有人试毒，而负责照料太子的乳母和仆人都忠心耿耿，让霍成军迟迟无法得逞。这或许是他手段浅薄，也或是他的心中尚存几分良知。但最关键的还是霍光死后，刘询的帝王权威逐渐壮大，从来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家女霍成军，面对失去倚靠的不利局势，根本无力逆转。与此同时，民间关于霍显毒杀许皇后的流言也恰到好处地甚嚣尘上。这是什么？这恰恰说明朝野上下都已经嗅出了霍家大难将至的风向。这些人其实早就知道真相了，但为什么传言只有在许皇后死后第3年，霍光死了才彻底爆发？后宫暗流涌动，刘询在前朝更忙，霍家的子侄女婿们被刘询一个一个的抽调官职，收回兵符，一点点剥夺霍家掌控多年的兵权。霍光的儿子霍宇和霍去病的孙子霍山最后被免职在家里闲居，束手无策。这几个同病相怜的霍家子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，只会经常聚在一块儿，脸对脸的痛哭流涕。霍氏子弟终于察觉到危机的来临，对前皇后死于霍显之手的传言也很疑惑。霍显眼见再也隐瞒不住了，便将当年下毒害死许皇后的真相，还有让女儿去害太子的事情告诉了大家。霍家人这才惊觉，事后害楚这2件事都是霍显搞出来的呀，任哪一件都是满门抄斩的死罪。于是这帮没用的东西走投无路之下，决定谋反，打算废除汉宣帝刘询，拥立霍显的儿子霍宇登基。拜托，你家老头子摄政19年都没篡位，现在兵权都没了，倒想要造反了，不知进退，自作孽呀。于是由于霍家一点保密意识都没有，造反这种大事儿，他们家的下人在闲聊的时候被长安城里的普通老百姓听见了。这么一个低级错误，再加上霍家女婿一看事情已经败露，立马主动自首做了污点证人。大结局就是霍家满门抄斩，霍显和其他霍家女眷全部弃市，就是在闹市斩首示众。霍去病2个麻利点的孙子自杀，霍显最宝贝的儿子霍宇处以腰斩，而他的宝贝女儿霍成君则被废后打
进冷宫。刘询的诏书里责怪他心思歹毒，谋害太子。当年亲手毒死许皇后的淳于衍也旧案重提，被揪出来一同处死。真是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刘询隐忍了这么多年，终于彻底清算干净了。霍成君成了霍家唯一的幸存者，孤零零的在冷宫里被关了整整12年。即便如此，刘询始终对先皇后许平君被毒杀的事情无法释怀。史书记载了他对发妻去世悲痛万分，因此哪怕在霍家灭门，霍成君被关12年之后，也不知道什么事情触动了他，又下一道圣旨，把霍成君赶到更偏僻、更凄凉的另一座冷宫，导致霍成君绝望自杀。同时，对许皇后的思念和愧疚也影响了刘询对储君的要求。后来，即使他渐渐对许皇后的儿子，也就是当时的太子，已经感到非常不满，并且下了乱吾家者太子也的评语，但始终不忍心废除。结果果然，太子成为汉元帝后，亲信宦官，疏远忠臣。他的皇后正是大力提拔外戚的王政君，为日后王莽篡汉埋下了伏笔。霍显凭着一己之力，把霍光辛苦一生创出的家业、儿女的尊荣，连同整个家族全部葬送。所以我经常跟我儿子说，讨老婆千万不能找个蠢的。欢迎您观看本期的风流志，期待您的点赞、评论、订阅，您的支持对我非常重要，谢谢。让我们下一次在风流中再次相见。